如果把镜头拉到印度北部的某一天，你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画面。同样是50多度，有人只需要在太阳底下待90秒，有人要赤脚站在滚烫的地面上干10个小时，有人躺在没有冰、没有电、连病床都不够的急诊室里，等着自己的体温把自己烧死。这不是一条关于天气的视频，这是一条关于同一个太阳底下热怎么落到不同人身上的故事。我想带你看完这一天。早上6点，先看第一个人，新德里南区一个 IT 工程师的公寓。这片街区每栋楼底下都有柴油发电机，市电断了也不慌，空调不停，他的空调跑了一整夜，室内恒定22度，赤脚踩在地板上，凉的，刷牙的水是凉的，楼顶有净水系统，水龙头出来就能喝，冰箱里有牛奶、水果，昨天剩的冰镇酸奶。他打开手机看天气，今天最高气温预报50度以上，红色预警。他皱了皱眉，想着今天最好别在外面待太久。镜头切到800公里外，比哈尔邦一个砖窑，天刚蒙蒙亮，一个女工已经弯着腰在搬泥坯了。她没有闹钟，靠的是穷人特有的生物钟，天一亮就得动，停下来就没有钱。窑厂附近没有自来水管，只有一口公共手摇水泵，供70、80个工人用。他的早饭是昨晚剩的半张干饼，就着一口从铁管里舀出来的水咽下去，水是黄的，有铁锈味，但他从小喝到大，胃早就习惯了。昨晚又断电了，这片区夏天几乎每天断，一断就是5、6个小时，棚子里热得像蒸笼，他一夜没睡好。再切一个画面，孟买一家公立医院的急诊室，值班医生刚从休息室出来，空调坏了2天，没有人来修。维修队排了一长串单子，公立医院排在最后面，室内将近35度。他看了一眼白板，昨天夜班收了9个热射病患者，走了几个，今天白班才刚开始，走廊里已经有人在等了。他还不知道今天会送来一个人，让他在接下来12个小时里做一个很难的选择。上午10点 IT 工程师要出门了，他的全部户外暴露时间是90秒。从公寓单元门走到地下车库，推开楼道铁门的那一瞬间，热浪像一堵烧红的墙撞过来，鼻腔里的黏膜1秒之内被烤干，眼球表面的泪膜蒸发。90秒后，他坐进车里，空调开到最大。5分钟后，车内降到30度以下，他深吸一口气，今天的热对他来说结束了。砖窑女工已经搬了将近400块泥坯，太阳从正头顶砸下来，地表温度超过60度，他没有鞋，便宜的塑料拖鞋在这种温度下会软化粘在脚上，撕都撕不下来。他学会了一种走法，每一步停留不超过2秒，脚底板被反复烫伤又愈合，变成将近半厘米厚的硬壳。他开始觉得头晕，太阳穴在跳，他知道这是中暑的前兆。他不是不懂，窑厂年年有人倒，去年隔壁窑厂一个老工人死在了泥堆旁边，但他不敢停，停一天就少一天工钱，2个孩子的学费下周就要交了。姚老板没有规定过停工温度，48度不停，52度不停，55度也不停，没有法律逼他停，他就不会停。孟买的急诊室送来了一个建筑工地的工人，40来岁，被工友用板车推来的，体温41度8，皮肤滚烫干燥，不出汗。不出汗意味着身体的散热系统彻底罢工了，如果不在1、2个小时内把核心体温压到40度以下，他的内脏会从里面开始坏，先是肝，然后肾，最后是大脑。医生知道标准方案，冰水浸泡，从外部强行降温，但医院没有足够的冰，制冰要电，电在热浪期间是最稀缺的东西，全市电力优先，供给商业区和富人住宅区。公立医院的供电排在后面，备用发电机只够供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，制冰机根本轮不上。他让护士去找冰，护士跑了一圈回来，手里拎着半袋碎冰，从食堂冰柜里刮出来的大概够装满一个小脸盆，这点冰泡不了一个成年男人的身体。41度8，时间开始倒计时。中午12点 IT 工程师坐在办公室里，空调20度，他点了一杯冰美式，外卖20分钟送到。他端着杯子说了一句，这天真的没法活了。同事笑了笑，砖窑女工蹲在铁皮棚底下，棚子就是4根木桩上搭了一块铁皮，铁皮被太阳烤透了，底下的温度比露天低不了多少。他嘴唇裂了，舌头发干发黏，去摇水泵，铁把手烫得没法用裸手握，裹着破布摇了几下，管子里吐出一小股浑浊的黄色液体。他知道这水不干净，但没有别的选择。如果这时候你把3个画面拼在一起看，一杯冰美式，一口黄泥水，半盆正在融化的碎冰，你会发现同样是液体，落在不同人手里的时候意义完全不同。急诊室里，医生把半袋碎冰倒进塑料盆，让护士不停用冰水擦拭建筑工人的腋下、脖子和大腿根，大血管最集中的地方降温效率最高，但冰在35度的室内化得很快，不到20分钟变成了一盆
盆温水。工人的体温从41度8降到了41度2，还不够，医生拨了私立医院的电话，问能不能转院。10公里外那家私立医院有中央空调、独立供电、整层 ICU。对方问了一句：有医疗保险吗？没有。沉默了2秒，一句公事公办的回答：非常抱歉，我们的床位目前只对持有会员卡的患者开放。电话挂了。41度2。冰在变成水。下午3点，砖窑里有人倒了，一个跟女工年纪差不多的男人搬泥坯搬到一半，膝盖一软，直接栽进了地上那堆半干的泥里。其他人围过来看了一眼，老板从皮卡车里探出头喊了一句：谁能搬就继续搬，不能搬的拖到棚子底下。没有人打急救电话，最近的公立医院在几十公里外，就算打了救护车也不一定有空来。热浪天，城里的急救系统已经过载了。女工看了倒下的人一眼，低下头继续弯腰搬泥坯。她的头越来越晕，但她停不起。急诊室里那盆水已经彻底变温了，建筑工人的体温卡在41度，不上不下。医生从自己口袋里掏出500卢比，让护士骑电动车去街上买冰。护士出门的时候，走廊里又推进来2个热射病人，500卢比，大概40块人民币。这可能是今天这个建筑工人活不活得下来的筹码。傍晚6点，IT 工程师开车回家，他在堵车的时候用手机拍了一张窗外被热浪扭曲的街景，发了条动态：新德里的夏天，认真的吗？配了3个太阳的表情。砖窑女工终于停工了，不是她撑不住，虽然她确实快撑不住了，而是太阳落山了，光线不够，没法再干。她走到铁皮棚底下坐下来，靠着木桩闭上眼。下午倒下的那个男人被拖到棚子角落，还在喘，但没人知道他能不能撑到明天。急诊室的医生给远在波士顿读医学院的妹妹发了一条消息：今天急诊收了10几个热射病，你好好待着，别回来。妹妹回了一句：波士顿今天22度，我刚跑完步。22度，医生盯着屏幕看了几秒钟，把手机塞回白大褂口袋，转身走向下一张病床。那个建筑工人的体温降到了39度5，护士买回来的冰已经用完了，他还在喘，但下一袋冰在哪里，没有人知道。太阳落了，但医院走廊里的热还没散。如果你把今天这一天从头看到尾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：太阳确实没有偏心，它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温度。但空调会偏心，水会偏心，冰会偏心，发电机会偏心，医院的门也会偏心。IT 工程师的热是90秒的不变，砖窑女工的热是10个小时的生存，急诊室医生的热是看着人在面前倒下，手里只有半袋碎冰和自己掏的500卢比。3个人活在同一片天空下，隔开他们的不是距离，是一台发电机，一根自来水管，一间有空调的房子，一张能打通私立医院电话的会员卡。你可能觉得这是印度才有的事，种姓、贫穷、基础设施。但如果把镜头拉远一点，北美热浪来的时候，死在没有空调的老旧公寓里的也是老人和穷人，加拿大的热穹顶带走的也是独居的没有资源的人。热不挑人，但电挑人，水挑人，冰挑人，病床挑人，钱挑人。真正决定一个人在热浪里能不能活下来的，从来不是温度，是电、水、冰、空调和钱。温度只是扣下了扳机，但子弹早就上好了。如果你看完了这一天，你可能会想问一个问题：未来越来越热的时候，热会不会变成穷人的专属灾难？你觉得这是天灾还是分配问题？如果你愿意，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。如果觉得这期有意思，顺手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次接着看。